大家好，今天來跟大家聊聊天堂經典版正式開放後2天最讓大家有感甚至是頭痛的情況。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包月或包季，正在體驗當年感動的朋友，我相信你現在登錄遊戲傳送到說話之島，你的心情應該跟我一樣，有一種想法，就是雄霸準備回歸啦。大家現在看到的畫面真的不是我在開玩笑，這不是什麼活動場景，這只是单純一般在華島練等的地區。這些密密麻麻的人看起來就像免洗名稱的角色，跟螞蟻一樣多，成群結隊的覆蓋整個螢幕。這已經不是什麼零零散散的掛機了，這根本就是工作室大軍已經入侵了。講實話，看到這種景象，那些想回來體驗手動練等的懷舊玩家，現在的情況，簡單說，你在華島手裡沒有一把弓，基本上你摸都摸不到怪啊！不誇張，不管你是去吉倫屋子右邊那片森林，還是跑去北島，甚至是林狗處上方那塊空地，以前我們覺得怪很多的點，現在全部被工作室霸占了。對於近戰職業來說，根本就是地獄。你看到一隻怪，興沖沖的跑過去準備要砍的時候，結果人就差一步，四面八方飛來10幾支箭，直接把怪物放倒，你就像個傻子一樣站在原地。當然啦，這些工作室裡面也肯定混了一些一般玩家開外掛的，畢竟現在已經有免費外掛釋出了嘛，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那種整齊劃一的動作，那種死掉立刻飛回來的速度，絕對是外掛的傑作。我甚至覺得，現在如果有真正的純新手一出生在華島，他可能只能練到5等，因為遍地都是人哦，不是，是機器人啊！怪剛出生活不過1秒，這要怎麼練？這已經不是遊戲體驗差的問題了，這是根本玩不下去。面對這種像蝗蟲過境的情況，我們偉大的官方目前的態度是什麼呢？截至目前為止，我們還沒有看到官方針對工作室做出任何的處置。雖然我們這些老玩家早就知道官方是出了名的不抓外掛，甚至很多人都開玩笑，官方就是最大的外掛合作商啊。但這次的情況似乎有點不一樣，不只有台灣伺服器有工作室入侵的情況，連韓國玩家那邊也開始抱怨。像這個他是在說有 90% 的狩獵場都是工作室，然後這個是說現在工作室很多，但是官方都不抓他們。如果連韓國玩家都在抗議，官方還在裝死的話，那台版之後的遊戲環境肯定是跟以往差不多啊。我說的是跟以往的遊戲差不多啊。這次官方是會痛定思痛，來一次大制裁呢，還是一如既往放任這些工作室與外掛維持他們的傳統，把台版伺服器當作練鼓場，只針對韓服處理，讓我們這邊自生自滅呢？這一點真的是只能看官方後續的良心啦。雖然我不抱太大的期望，官方會處理這個工作室的問題就是了。講完工作室的問題後，我們來聊聊另外一個我在清理外掛的過程中發現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因為這個關係到天堂這個遊戲最核心的靈魂。這幾天我練等練累了，看到那些華島工作室不爽，我開始會帶着我的寵物去華島執行正義。就是帶狗去咬他們。有看我直播的兄弟們應該都知道，我這幾天殺的外掛沒有100個，也有50個左右啊。但我發現一件非常詭異的事情啊，那就是沒有任何外掛有噴出裝備或是物品。先別急着反駁我，我肯定知道有人會說，現在大家身上都穿事前預約送的裝備，那個裝備是綁定的，不會噴。這個我當然知道，所以我指的不是那些裝備。我殺了那麼多外掛，他們身上難道連一件歐西斯裝備、侏儒裝備都沒有嗎？更誇張的是，不止裝備不噴，連材料類的東西，金屬塊啊、皮革，還有那個最基本、他們身上有的劍，我完全沒有看到地上有出現過，也沒有看他們掉出來過。我就想問大家一個邏輯啊，這些外掛在野外掛那麼久了，身上不可能沒有東西吧？不管怎麼樣，總該噴個幾支箭出來讓我撿吧。結果呢，就是零，對，就是零，什麼都沒有。這個讓我不得不懷疑，這個所謂的經典版啊，在死亡懲罰的機制上是不是也動了手腳？到底人死掉會不會噴東西？我相信各位有玩過天堂的老朋友，
都知道殺人噴裝在天堂是多麼經典的一個系統。以前組團去殺人，不就是為了殺人打寶嗎？難道是為了殺人結仇嗎？不可能嘛！大家去龍谷打寶，我們是去殺人打寶啊！那種把對方殺死，看到地上噴出裝備或物品的快感，是天堂這個遊戲最有特色的部分。如果今天經典版把這個死人噴裝的這個設定拿掉，或者是幾率調到幾乎不會掉那個情況的話，這個遊戲的靈魂就少了一半啊！我知道正義值滿不會噴裝的這個規則，所以我在華島殺的那些外掛，基本上正義值都不是滿的，所以我才會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奇怪。對於我們這種帶狗練等的玩家來說，練等練累了，去清外掛不僅是為了洩憤嘛，也可以撿撿他們掉落的雜物拿去賣，賺點外快也好啊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，感謝大家觀看。大家有沒有在這次的經典版看到有人死掉噴裝備的呢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哦。